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首尔成功举行。3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宣言包含38项共识，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中日韩3方约定将在6个关键领域展开互利合作。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将重启。时隔4年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重启。会后，3国发布的联合宣言有多达38项共识，还58次谈及合作一词。除联合宣言外，3方还达成了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10年愿景联合声明、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2份成果文件。在2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相关情况。接下来，中方将同日方、韩方一道，切实落实好上述成果文件，持续深化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更好地助力3国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促进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自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首次举办以来，中日韩已建立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如今，中日韩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4%，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20%。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2023年，日本、韩国分别是中国的第2、第3大贸易伙伴国。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向深圳卫视表示，此次中日韩领导人将合作机制化写入联合声明，充分表明3国对深化3边关系的共同态度。从2008年首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到现在，其实才举行了9届，这个对于中日韩3边互为邻国来说，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么这一次呢，将3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化，其实也是为了避免今后再次出现因为历史或现实问题导致领导人会议搁置，进而影响中日韩3边合作的这种未来的发展。外界注意到，由于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之间都没有达成自贸协定，因此日本媒体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重启十分关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28号表示，日本的目标是与中国和韩国建立面向未来的经济关系。日经中文网认为，中日韩自贸谈判的重点在于，该协定在关税和规则方面能多大程度上超越此前已经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的水平。其中，汽车关税可能是各方讨论的焦点。RCEP 实施后，中国对65%的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进行减让，而日本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进口来源国，整体关税取消幅度高达86%。如果中日韩自贸协定达成，关税减让幅度将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一旦达成，中日韩3国自贸区将是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区。按照过去的经验，日本在签署自贸协定方面顾虑重重，因此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再次先走一步。自2015年生效以来，双方以10次削减降税，协定红利不断释放，协定利用率不断提高。2025年是中韩自贸协定生效10周年，双方有意以此为契机进行2.0版本谈判，以负面清单模式开展高水平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磋商。韩联社引述韩西江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金在纯指出，此举意味着韩国充分认识到自身经济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美国拉盟友驻小院高墙，企图搞脱钩断链的背景下，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日韩决定与中国重启3边自贸协定谈判，无疑是对美方长臂管辖及经济胁迫恶行的一次叛逆。英国路透社引述中日韩联合宣言指出，随着各国历经经济成长放缓，建立3方伙伴关系已成为急迫任务。企业界人士也同意在贸易供应链稳定的议题上深化3方合作。美国《纽约时报》也将中日韩3方聚焦贸易合作作为标题进行报道，并指出中日韩强调了容易找到共同点的领域，如保护供应链、促进贸易以及合作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新发传染病的挑战。韩国半导体巨头们更是对中韩合作充满期待。外界注意到，这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元等200多位企业界人士都聚集在场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还单独会见了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在镕。韩联社透露，双方谈了近40分钟。中方消息稿显示，李强强调，中国大市场将始终向外资企业敞开，欢迎三星等韩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合作。李在镕也对媒体说，感谢中国政府为三星在华生产经营提供的大力支持。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三星是少数能生产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的最尖端半导体公司之一，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也被写入这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联合宣言。实际上，芯片是当前中美科技战的核心。此前，华盛顿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止中国获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并拉拢韩国等盟友打造芯片联盟，向三星等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激励措施，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本土。但三星不仅没有放弃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扩大了投资布局。截至2023年，三星在华共设立15家工厂，累计在华投资548亿美元，本地化采购比例达54%。地理位置的便利，其实为三方深化这种供应链合作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先决条件吧，就是说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种交通或者是物流成本。如果三国在这个半导体方面的供应链加强合作的话，那么中国有市场，日本有资金，韩国有技术，那么这不仅有助于深化三国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深化发展，而且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发展而言呢，也是具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的。除了经贸外，中日韩此次会议还放大了三国合作的另一大公约数——人文交流。会议上，三国将2025至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并提出到2030年底力争实现3万人参加大学间交流项目，4000万人通过旅游等展开交流。事实上，在今年初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发起的2024年度汉字评选中，交流就以最高票当选。28号，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政府分别宣布，自当天起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I said that moving in lockstep with our European colleagues, we sought to be bearers of hope. We wanted to reaffirm our belief that peace is possible, that justice is achievable, and that recognition of both states, Palestine and Israel, is the only cornerstone upon which that peace must be built. You cannot have a two-state solution without two states.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8号表示，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中东地区走向和平的唯一途径。Reconocimiento del Estado de Palestina no solo es una cuestión de justicia histórica con las aspiraciones legítimas del pueblo de Palestina. Es además una necesidad perentoria si queremos entre todos lograr la paz. Es la única manera de avanzar hacia la solución que todos reconocemos como la única posible.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赞成两国方案，并赞成承认巴勒斯坦国。米歇尔表示，承认巴勒斯坦国应成为欧盟要求采取重要改革步骤的一种方式。不过，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对于何时或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仍存在分歧。据消息人士透露，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比利时正试图在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找到共同立场。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近日提出，应支持乌克兰用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这番言论一时激起千层浪。27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北约议会大会春季会议上，再次提出应支持乌克兰用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针对北约秘书长的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美国领导的北约长期以来一直参与针对俄罗斯的敌对行动。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的言论不可能是他的个人观点，可以说是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集团的官方立场。对此，俄罗斯将做出相应回应。分析人士表示，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接连提议允许乌克兰用北约武器打击俄领土和当前的战局密不可分。此前，在5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表示，当前的战场局势是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面临的最困难的局势之一。西方在对乌军事支持问题上做出关键决定的时间太长。300 літаків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ють по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хоча б 120-130 літаків, щоб протистояти в небі. Не можете поки що дати? Окей, знов повертаємось. ППО не можете поки що, F-16 поки що не можете, повертаємось до літаків, які у вас є. 不仅如此，泽连斯基还表示，正在推动合作伙伴更直接地参与冲突，比如帮助拦截俄罗斯在乌克兰上空的导弹等。泽连斯基还称，这是一种纯粹的防御战术，不存在与俄军直接作战的风险。
21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还表示，如果合作伙伴拒绝乌方要求，那么应向乌提供所有必要的拦截手段。美联社指出，自新一轮对乌支持法案签署后，除了从美军库存中调拨部分武器外，美方还需向美军工企业订购武器，后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交付。斯图尔滕贝格的言论也在一些北约国家炸了锅。意大利外长塔亚尼说，意大利提供的军事装备必须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意副总理萨尔维尼也猛烈抨击斯图尔滕贝格的言论。萨尔维尼表示，斯图尔滕贝格无法代表意大利人，他应该为自己的言论道歉或辞职。O ritratta o chiede scusa o si dimette. La NATO non può imporci di uccidere in Russia, né nessuno può imporci di mandare dei soldati italiani a combattere e a morire in Ucraina.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不知道斯图尔滕贝格为什么这样表态。德国总理舒尔茨26号在首都柏林的一场活动中也重申，反对允许乌克兰使用德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舒尔茨说，德国对乌克兰的政策目标是防止俄乌冲突演变成一场大战。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在德国举行的欧洲日庆祝活动上也表示，不会发动针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战争。Nous ramener dans les pires moments du XXe siècle. Non, nous ne faisons pas la guerre à la Russie et à son peuple. Nous, Européens, nous voulons la paix, une paix durable, c'est-à-dire la paix que les Ukrainiens, parce que nous leur aurons permis de se défendre. La paix n'est pas la capitulation de l'Ukraine. La paix est celle que les Ukrainiens auront choisie.经济学人分析称，斯图尔滕贝格这些话显然是说给美国听的。白宫则暂未就斯图尔滕贝格言论予以置评。在此前一场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是否会因俄罗斯在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而取消对乌限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就再度重申，美国一贯立场是不鼓励也不帮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这一政策没有改变。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最近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涉台湾提案连续第8年被大会拒绝。实际上，连吃8年的闭门羹，岛内舆论早已看清民进党的旧把戏。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主题是一切为了健康，人人享有健康。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发表视频讲话。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is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many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and to revitalize our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building the systems we need for the crises we know will come. 值得注意的是，27号当天，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拒绝将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在发言中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台湾当局鼓噪参与世卫大会，蓄意将卫生问题政治化，严重干扰大会的进程，完全是为了一己政治私利而牺牲国际公共卫生利益。过去几年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条歪路根本走不通，此次也必将以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拉拢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立陶宛就世卫大会发布一份涉台声明。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宣称会为中国台湾参会而努力到最后1秒钟。美方的表演遭到岛内舆论广泛质疑。你让人家又说布林肯要支持我们，这布林肯还是没有提案啊。美国为什么不提案？你讲话都讲到这个程度，说会支持台湾到最后一刻，那结果从头到尾没有提案，我甚至怀疑你提案真的能过得了秘书处吗？不要吹牛啦，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被世卫大会拒绝的8年间，民进党当局不自量力，以各种手段企图蹭会。岛内舆论还曝光，民进党当局还试图通过金援外交寻求支持，但仅获得了6个所谓友邦的支持。当然，民进党都会说，你看，这就是所谓民主的力量，好，卫生的力量。但实际上是什么？是钞票的力量啊，是我们纳税人钱的力量啊。所以很简单，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只要承认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自然两岸就都能够坐下来谈。
观察指出，世卫大会6天会期安排紧凑，每一件都是事关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大事。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国家操弄涉台提案，试图蓄意干扰大会进程，完全是将狭隘政治私利凌驾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上。而台当局连年炒作所谓防疫缺口，企图打悲情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表演。这一次赖清德其实对参加 WHO 大会是下了相当大的力气的，也声称获得了美国及其他的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但是从目前来看，这样的一种境外势力的支持，对于台湾拓展对外活动空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实际性的帮助。那么我相信岛内舆论之所以不买账，其实就是对民进党当局过去一贯实行的所谓的以外谋独路线的一种否定。那么我相信这也告诫了台湾民众，如何拓展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关键还是要回归9·2共识和一中原则。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号下午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第14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促进就业质地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